哎呀，我的妈呀！过年这几天呢，温迪给我闯的那些祸呀，真是造孽呀！最后还得是张大铁替我教育他奶。过年呢，是咱全国最阖家欢乐的日子，但同时也是所有单亲家庭的孩子最颠沛流离的日子。我们的父母对于我们到底爱谁更多一点，平时也不这么计较，但是过年的时候那是锱铢必较的。比如今年大年30，我是要下午去我姥家跟我姥家人吃饭，然后要转场去我奶家，最后呢吃完饺子接完神还要回到我妈家陪我妈睡觉。这中间每一次的转场都需要精准的动态时机观察以及完善的谎言借口储备。但是温迪呢啥也不懂，你编的啥谎言他都给你戳穿了。我们下午不是先跟我姥家这边跟我妈吃饭吗？我看吃差不多了，开始要打包了，我就跟我妈说，我说我奶那边今年就比较特殊，这么大岁数了没有人陪过年，我咋的我得过去一趟，完我很快就回来啊。我妈瞟我一眼说，你要走你悄没声走，你别让人看着。我说妈，我以前带1个加拿大胖子都够扎眼的了，现在带4个，还有2串，如何能离开的悄无声息？到了我奶家，那我当然是不能跟我爸说，我刚才跟我妈已经吃完一顿饭了。我爸那端着菜上桌，跟温迪说，来，温迪你过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个地道的东北名菜——酸菜炖血肠。你看你是不是人生前60年都没吃过？我是真没想到啊，人家温迪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书包里拎出一个打包盒，里面是刚才我妈在饭店点的酸菜血肠。人家温迪看刚才打包的时候没人要，给我爸拿回来，我就把温迪拉过来，我就问他，我说你是怎么想的？我求你告诉我。温迪说，因为我在乎我的哥哥呀。我说，但是他俩离婚了，就是不爱彼此了。温迪说，但是他们都爱酸菜呀，酸菜有什么错呢？有什么错呢？当然，我跟我妈说的，我爷我奶这边就俩老人过年没人陪，也是谎言。实际上大伙儿都在，很热闹。我就跟温迪说，一会儿你回到我妈那儿，你要记住，你刚才参加的那个局只有我爷我奶俩人，没有别人 ，OK？ 然后我们回到了我妈家，我妈看着我们就很象征性问一句，啊，回来了，刚才吃咋样啊？温迪喝了点酒，把我的叮嘱全忘了，又一次迅雷不及掩耳，掏出他的手机给我妈看刚才那顿饭的照片。我给你看照片，我当时就搁旁边，我就往死瞪温迪，我往死瞪他，他反应过来了，心眼还挺快，看自己手机上照片说，你看这些人都是我 P 上去的Photoshop。年30算是折腾完了，我跟温迪说，我说你准备好，明天初1还这样。温迪说，你让我去处理这个问题。然后温迪转身就去找我妈了。我有一个想法，明天也就是新年的第1天，我想请你吃顿饭，然后我们叫上哥哥一起吃。我妈脸都绿了，问我，他说啥？我说温迪问你胳膊咋样了，能不能一起吃？温迪还说，谁说胳膊了？我说的是哥哥。我妈转身就走了。温迪非常无辜的看着我，我觉得你的妈妈还是不太喜欢我。Why？ 我说你的哥哥和你的姐姐已经离婚20年，也都各自再婚了，你让他俩单独吃饭，你觉得合适吗？温迪说，谁说单独了？还有我呀，而且他们也可以带着他们的现任呢，不是叫团圆饭吗？团圆 all get together 吗？有什么问题吗？他一天给你姥整生气多少回了，给妈惹祸，他逮啥说啥，你说他咋整？You be careful, okay? Don't 瞎说 ，understand? Okay? 我婆婆回加拿大临走的头1天晚上，高低要搓澡，不搓不行。我发现这外国人被汉化，往往都是一个不经意间就完成了。温迪他们要走了，这是温迪第3次来中国，第3次走。临走之前呢，提出了几个未完成的心愿，希望我能替他完成。都有啥呢？第一个就是搓澡。温迪第1次来的时候，听到搓澡这个概念，吓得直哆嗦，他拒绝的很彻底。谢谢你们的好意，但是我不脏。温迪第2次来开始动摇，为了壮胆干了1瓶啤酒，最后决定穿着泳装进去搓了个澡。给温迪搓澡的那位搓澡大姐穿了一双红色雨靴和一套红色内衣，给温迪搓服了。她是温迪心中古中国掌管洁净的女神，温迪记住了她。然后这次温迪来第1天就跟我说，我觉得我在加拿大这半年活得特别脏，这半年里每周我都试着搓一次自己，还让布莱恩进来给我搓，但是一切都不对，我需要那个穿着红雨靴的掌管洁净的女神。但搓澡这个事儿呢，我就一直懒得给它实现，我给忘了。铁岭的最后1天，温迪看我不在，自己带着他们一家人还有一个同事去找到了红雨靴，高低搓了一个澡，然后在2楼休息区把门票钱吃回来3倍，最后才满足离开，说自己争取半年内再回来还愿。姐姐，你让那个叔叔给你倒牛奶了吗？奶奶说太贵了，我们没有加牛奶。那啥玩意呢？你下次找我给的奶 ，OK？ 他们在里边搓奶浴，我在家也得修护一下我自己。这几天被他们摧残的，我人都憔悴了。还好我有欧诗曼真白银美白套装，里面有从珍珠中提取的美白精华，能改善皮肤变黑，高效美白，不容易反黑，还有很多舒缓成分，上脸不刺激，贼舒服。温迪临走还有个心愿，就是求我带他多吃几顿中国方便面，一定要加火腿肠。他说方便面这个东西，全世界中国无敌，就中国最好吃，甚至同样品牌的方便面在加拿大买回来都不是一个味儿。温迪第1次来中国啥也不吃，每天就找薯片、冰淇淋和快餐充饥。第2次来开始爱上中国美食，但其实还是老外喜欢的那些，什么扬州炒饭、牛肉炒面、饺子啥的。但这次来就痴迷于方便面配2块钱一根的火腿肠，还必须是2块钱的那种肠，贵的不行。
哎，他们娘仨都是到哪儿就要方便面加火腿肠，痴迷到啥程度呢？最后我们回北京是从铁岭开车回的北京，那高速上每个服务站人都太多了。我说那这咋整？要是饿就只能在超市买吃的了，给温迪乐坏了。他把方便面记成了方便面，他说这下我们终于可以名正言顺的随地方便面了，随地方便面了。回到北京，温迪一想到自己马上就走了，最后一个愿望就是临走一定要让他接一次张大铁从幼儿园放学。然后温迪就在幼儿园门口和别的孩子的姥姥奶奶一起等孩子们放学。然后晚上咱也不知道张大铁咋想的，突然间就来我屋跟我唠嗑来了。妈妈，为什么我的奶奶和别的奶奶长得不一样？因为你的奶奶是老外呀，那她肯定不一样啊。中家怎么这么多外国人呀？这么多外国人呀？哎，你们知道外国人跨年的时候有个亲吻习俗，就是12月31号的晚上，在跨年的钟声响起的那一秒，要在烟花下亲吻你身边的人，不管是谁，就是抓离你最近的那个人。在他们的文化里，就这个事儿他必须得做，可能就是寓意上是预示着新年的好运呢之类的，具体的我也不知道。然后今年呢，12月31号的晚上，我正好在一个剧组拍戏，我答应了大胖媳妇11点半我应该能到家，但是剧组呢他一直有延误，就没有准时收工。到11点45了，我就给大胖媳妇打电话，我说咱俩今年跨年没戏了。大胖媳妇说那我的一吻跨年呢？我烟花都准备好了，年年都有这个仪式，你今年也必须履行。我说一吻跨年肯定没戏了，我就是现在离开，我回家也赶不上跨年了。他就非常不高兴，但这玩意儿有讲究，他又不能放弃。于是，在我的手机监控录像里，我就看到这个男人从11点50分开始坐立不安，仿佛一个走上绝路的猛兽在倒计时中寻找他的猎物。我才明白，绝望中的人与兽都是饥不择食的。他可有心眼了，为了不打草惊蛇，他11点55开始坐下跟我爸瞎聊天。为了让敌人卸掉防备，他搬起自己脚丫子给我爸看，问我爸：爸爸，为什么我的灰指甲开始歪着长了？我爸还低头仔细给他看呢，说：你这灰指甲就是今年下半年开始有点往北长了。已经正好了。他利用着我爸对他灰指甲的关切，11点59分59秒，把老丈人一吻跨年，一吻跨年。喂，我离得远点。好，喂，过年好。哎呀，为什么？亲完之后发现忘记了烟火，于是他点起了烟火，在绚烂的烟火中把老头又亲了。过年好。这跨年我在剧组里还挺开心，因为毕竟有我爸替我负重前行。我在剧组里还收到一些跨年礼物，其中这个汤臣倍健小青瓜蛋白粉新年礼盒特别好，里边都是便携装，平时出门很方便，一天一条，4重蛋白配方，长时间补充蛋白质，很适合我这种没时间补充营养的妈妈。还附有祝福彩条，聚会带上很体面。半夜2点多，我终于回家了，一开灯，大胖媳妇瞪俩大眼珠子在那等我呢，生气了。我说生啥气？我爸也让你亲了。他说我亲完你爸，我又仔细查了一下，跨年一吻，你吻的是谁，就寓意着新的一年，你和这个人有更亲密的关系和更进一步的发展。而我和你爸再亲密下去，对谁都不好，对谁都不好。然后他这次真生气了，咬准我没有履行诺言。元旦那天早上收拾好行李要走，我看这一个大行李箱一个大书包，这完全是要回娘家的架势，就要走。哎呀妈，那出让他给你整的，你以为他要回加拿大呢？我都害怕了。结果一问，人家要回铁岭找我奶，他说他都打好招呼了。今天早上给我奶打的电话，说彩玲欺负他，我奶亲口跟他说的，说大胖小你回奶家，奶给你做主。我会替人，奶奶要保护我，还甩给了我一句狠话。要不是我的新车被上缴了，我现在都不用在这等车跟你废话，我早已扬长而去，甩你一身悔恨。